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今天呢是高杰，还有呢大家一直思念的终于回归的方伟，还有石山老师，我们一起呢跟大家做这场周末的节目。好了，那方伟和石山赶快跟大家打招呼吧。Hello， 几天没见了，大家好。哎，这个方伟这个声音很性感啊。你怎么讲？就是你的声音很深沉了，这个是你说什么？你这个你这是什么？从黄石公园带回来了一些比较这个深沉的一些东西吗？我一看石山带病给大家，不带伤做节目，对，让我觉得十分感动，于是声音就突然深沉了下来。你觉得不是这样吗？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热门话题。今天就在我们上这个节目之前的最新的消息就是，本来呢是在周日下午6点钟，那川普呢给哈马斯下达了最后的期限的声明啊。那现在呢，哈马斯开始呢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川普提出的这个和平解决方案，而且呢说感谢川普。那这个进展呢是实在是很快啊，而且非常戏剧性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呢，这是最新消息。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不得不去关注一下，那就是美国和委内瑞拉这一场毒品的战争。那这场战争啊，川普直接讲了，我们是在打仗，我们在进入战争状态。那么今天又打沉了一艘船，贩毒船，又死了4个这种贩毒的分子。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一起去讲一讲。那讲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川普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记者就问他说：“你呢有什么中期选举要到了，你有什么重大的计划没有？”哎呀，川普他说：“我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我要活下去，美国之总统，他的就是计划就要活下去，你这怎么解释呢？所以今天呢，方伟还有石山，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哈，那这几个大的新闻事件，还有呢，这川普都做了啥事儿了？他把他的目标就要活下去。再说一遍，他可是美国总统，所以呢，这件事情咱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那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您自己独到的见解的话，把你的观点打到屏幕的下方哈。那高杰呢和石山，我们跟大家呢一起呢和分享您的观点和您的精彩的金句啊。然后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方伟还有我们的小编直接嘱咐我说，订阅。点击订阅、点赞，对，高姐你怎么总不说点订阅和点赞呢？你这观点没有，你再不张罗去点订阅嘛，对不对？所以呢，拜托我们的忠实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新进来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点击一下订阅啊！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呢，川普为啥把这个要活下去当成他了最宏大的中期目标，好不好？好了，那大家我推一下哈，那还是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在方伟时间上看哈。那么这个频道最终是要着落在早安中国这个频道，所以就拜托大家能够跑去早安中国哈，这个链接下面有，跑去早安中国或者你搜一下就可以了，在那里呢就是订阅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个频道可以迅速起来，因为这个频道我们利益是蛮高的，对不对？当初起来就想说做成以后中国人人早上全部看的节目，对吧？那就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了。那努力的一个动作呢，就是都跑到早安中国这个频道上去，然后订阅一下，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滚这个雪球了，对呀。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先说川普要活下去，咱们待一会儿，咱们先说说这个哈马斯的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本来没有想说嘛，因为川普说星期天才有事嘛。没错，我看了一下哈，时间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川普今天早上10点09分发了一个推文啊，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痛斥哈马斯你怎么还没动作，然后就说给你到星期天晚上6点钟，也就是说他给了他2天08小时这个给回应，然后呢6个小时之后下午4点44分他就再贴个贴文说哈马斯的这个叫做声明哈已经出来了。那内容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哈，就是释放所有人质，归还所有的尸体，那么准备往下谈。啊，那唯一没有同意的就是川普说你就缴械哈，你就淡出政治舞台，没你的份儿了，加沙没你的份儿了。他说还有我的份儿。除此之外，他其他都同意。总而言之吧，就是川普，我觉得这个中东和平协议啊，我觉得它2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说，他能搞出这么个中东和平协议，搞到大家全都点头。哈马斯看完之后想说，OK， 我们会好好想一想，还能在这之前能让以色列点头。我觉得这种叫做。就四方斡旋哈，就是调和顶耐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没有美国总统有这样的调和顶耐的能力。说实话，他这个20点的这个和平协议啊，出来以后，我不认为他能做成。为什么？我真的不认为，因为中东这个地方又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且也不是说川普第一个去做这个调停的。美国有好多总统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克林顿。
啊，甚至把那个阿拉法特和那个当时的以色列的总理啊，都找到白宫，两个人一起，最后一起签，他为此还得诺贝尔和平奖呢。什么都没达成，只是做了一下，结果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三个人都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是啊，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有多难，这个有多难，而且这个是叫做血海深仇啊，3000年血海深仇，对呀，血海深仇啊，发推文说的。这血海深仇啊，虽然是说起来有点像表兄弟，但是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啊，真正仇恨的都是身边的人。因为你跟像中国人，你跟非洲人，你仇恨不着，你根本就不挨着，你这没有任何冲突，所以一般都是这个旁边的国家、旁边的民族。两边这个几千年呢，互相之间打来打去的，一般都是这样。你像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基本上是同文同种，圣经的有一部分都是一样的。所以，但是这个血海深仇非常非常巨大，大家都看到了，过去这么多年，而且这个现在这个发展下来。全世界的左派都在说，就在骂这个川普啊，都说你这个这大嘴巴，你就只是说一下，你这样那样的啊。我真是没有想到，第一，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都愿意接受，都愿意接受。我觉得他们也是这个烦了，真的，因为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巴勒斯坦的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光是西方啊，欧洲人啊和这发达国家很烦，阿拉伯人都很烦了。阿拉伯人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烦透了，这是真的有人撑着头把这个解决了，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大家就赶快。我觉得可能也是时机要到了啊，也时机到。但是真的是你想你这么多次战争打来打去的，这个怎么到现在居然。如果这个事能够解决，那真的是，那这是太厉害了。过去大家我只能说天意，采用你说是天意，但是我看到这里边川普起到了很大的决定性的这样一个作用，对吧？过去特别是二战之后，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呢，把美国也都卷进去，然后我们看到呢，过去都一直以我们理解的传统的外交方式去推动这件事情，各个势力呢也都是用了自己的强硬的、软的，全都使了这样的手段和方式和方法。没有用，而且呢，这仇越结越深。那川普这次不一样，你看他放手以色列去打，然后呢，就在今天早晨他不还说了吗？你不是不接吗？我跟你最后通牒到周日下午6点钟。他还推了一个时间，本来应该是在周六，啊，又给他推了一天，到周日了。对。然后呢，他跟着这一句，他说：“如果这个最后的机会啊，最后通牒这个协议你无法达成的话，哈马斯你们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如同地狱般的打击。”这个就等于说，你得有那个实力，他这真的是服你。你说天意以前也有很多的机会嘛，但是都这么一次一次的被搞成这个样子，后面有很多说不清的因素，那甚至有的说都是有美国的各个方面利益集团的因素在鼓动着这场战火，根本停不下来。那川普是真的不想打仗，那川普的这种强硬，包括呢今天的最后一次通牒，我觉得是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吗？对，我是觉得哈，从整个实际的角度来看，我也在推敲这个事情，就是川普你怎么能够弄出一个人人都点头的协议哈？我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要往前延续到亚伯拉罕协议这边开始，因为川普做这个事情呢，他其实做了几个星期，好像是跟内塔尼亚胡见面也一天之内发布的，他已经做了几个星期了哈。对，因为他在联合国，在包括说跟阿拉伯国家接触，包括联大会议期间。这帮这个元首全部跑在纽约来，他就让他的女婿嘛，就是等于是第1届的川普中东特使，在现在的维特科夫第2届的特使，就在那到处穿针引线，因为都是自己的地盘嘛，然后就跟他们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沟通，然后呢，完了之后再去把以色列搞定。当然，以色列在那以前已经也谈了好久了哈，有的我据说有的谈了就4天4夜。就是连续谈，因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哈，亚伯拉罕协议它当年成立的原因本身就是个奇迹。我认为当时川普所看到的就是说，你们看明白没有？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和这个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朗的什叶派。其实说到人家心坎上去了哈，那时候这就是川普的眼光所在。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我觉得
从实际角度来看，川普原来是说我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哈马斯要就是 disappear， 加沙我要清空，加沙要变成中东的夏威夷、中东的拉斯维加斯，你管它叫什么也好，中东我要去不，加沙我全部拿过来，他就是说他这个牌已经推到很底了，大家都觉得是那个样子。结果呢，这次其实他有点突然往回松。当然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哈，他说这个加沙呢还是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加上国际官僚来共管，然后呢他还是要把它建成中东的拉斯维加斯，只是变成一个中性的一个国际的监管机构，甚至他来当这个监管机构的主席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他就说我觉得呢他做人他不做绝，他能在那儿漫天要价到一个地方，他突然会松。这一松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阿拉伯国家是一个 pleasant surprise， 说这样子哈。第二呢，他在这个我觉得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说加沙仍然是巴勒斯坦人的，这是第一。第二，我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我说服了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当然了，以色列反不反悔再说哈，起码目前以色列是同意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再把其实大家都很头疼的这个哈马斯，让它完全消失在政治进程之中。这点我觉得他很微妙的考虑到所有各方的那种感受，甚至包括卡塔尔被这个以色列轰炸嘛，对吧？他还打电话去，就说扯着内塔利亚胡去跟人家道歉，又给人家面子，然后再给埃及面子，就是他做的非常非常仔细哦。对，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是眼光很犀利，然后胆子很大，然后就是做事又很细致，在这一点上，最后才促成这个样子。所以，只能说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哈，就是没有美国总统做到这个份儿上，对，也没有美国总统敢用 B2 直接把伊朗的核设施给炸掉，不是吗？就软的硬的，他简直像怎么讲，就用起来非常自如啊。结果，但是这次我看到是什么？川普要的是中东彻底的和平，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他要的不是加沙停火，他要中东彻底和平，借此以色列和这些国家坐在一起，我们共建繁荣。他现在还有3年多的时间呢，当年那么弄完之后，马上7的话，就下台了，还有3年时间。下面如果还有4年8年，他的叫做什么？他的继承人上来，真的这件事情搞不好可以搞出个名堂来。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赶快发表第一个民调哈。那这件事情呢，咱们又见证了一个很有可能是历史的转折点。那你们觉得？川普这一次哈马斯又答应了，他会不会又反悔呢？还是觉得从现在开始中东的和平真的要掀开新的篇章？你的 yes 打个1啊，那你说 no 这件事情谁可能啊？我们都知道中东的后面有太多的不想让战火熄灭的这种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了啊，很有可能又搞出什么个幺蛾子来。那么你说够呛啊，那就打个2好不好？1和2，大家赶快打一个，同时给我们点个赞哈！我今天任务完成怎么样，方伟？所以呢，哈马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呢，他接受了。那这就几个小时之间差哈。那哈马斯呢他说我们这个组织呢，本组织确认已经通过调停方立即进入谈判，讨论协议的细节。声明呢说，他们手里呢现在有20名人质，加上28具遇难者的尸体遗体，承诺呢在协议签署之后的72小时之内完成释放和转移，这是哈马斯现在说的。然后呢，他们说他们要把他们的管理权交给一个由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团队，由巴勒斯坦的民族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共同支持的基础上来去进行接下来的这种治理。然后呢，直接拒绝了。川普不说我当主席吗？他说 no， 我们只能是巴勒斯坦人来治理我们巴勒斯坦。对，其实他这个很笨，我觉得他应该叫川普当这个主席。你让他们去打，又打起来了，因为他当了主席以后，他好管以色列要钱，或者这个就钱就比较容易了。那你谈判嘛，他也不可能一下全答应了，他先挡一挡川普，那川普还要主动进攻，所以接下来川普能不能把这任主席拿到他自己手里头，可能也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能不能再争取过来？方伟，我可能没跟上啊，他不就是主席吗？他还不是主席的和平委员会主席啊。现在就换了，他现在还没答应。现在那边哈马斯还没答应。哈马斯，我觉得他没有 role 他就是主席了。对，就是他就是主席，因为他把这个盘放在一块儿嘛，所以呢，他继续当主席，这叫做什么？真的叫众望所归。他这么说了，我假设用这个叫做和平委员会主席来监管加沙的治理，这个给拒绝了。你当你的主席，但我不允许你当主席的这个组织，这个和平委员会。你说被谁拒绝了？被哈马斯。但是哈马斯，我觉得他没有角色，真的没有角色。这是他现在返回来的谈判的回答的其中之一啊，他也要有拒绝的，拒绝了由川普担任的和平委员会来治理加沙，不可以。我觉得哈马斯爱答应不答应，
没有他的角色了。这件事情就这么两天时间，他最后来一句说，我们得在这个叫做治理框架之内。我觉得说了跟没说一样。那不行啊，那他就说了，我们还是将负责任的参与并贡献对加沙的治理。他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嘛，可是大家都不认他，那他怎么弄呢？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他很罕见的感谢了川普哦。哈马对，感谢川普，这点我也注意到，因为川普呢，在他上午10点09分，其实骂他是不客气的，说你是个什么残酷无情啊，这个杀平民啊，这个什么之类的。结果他回个信来说，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确实也让我很注意到哈。对，这个是会非常非常的戏剧性。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全球的左派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你看非常有意思，你们大家看看这个国际世界政治，就是这个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要前几天在联合国，这个英国、法国、德国才承认了这个巴勒斯坦，对不对？结果承认了以后，你看这2天，就刚刚这2天正在发生，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穆斯林的一些组织，和包括英国的一些左派组织，包括那个安提法，都在这个伦敦抗议。围着这个斯坦默的这个住宅拼命的抗议，斯坦默这个都莫名其妙就说，我这个同意了承认了这个国家，我希望你们建国，结果你们现在拼命跑来抗议。对，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要抗议？这个就是政治的好玩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你让你一说是政治好玩的地方，对，连斯坦默都给整晕了，这怎么个玩法？然后还要求英国赔偿什么2万亿英镑。说就是因为你这个1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治理了我们这个中东这块地方，所以导致我们这么，所以你要赔钱。所以英国人搞得完全傻眼了，我不是在帮你吗？帮完你还这个落了这么一个这个灰溜溜的，这个川普那个又是炸又是支持，这个现在别人感谢他。对，我没看到这个新闻哈。如果这个事儿弄完了，就你这个巴勒斯坦，你这个东岸和加沙一起。最后你建国了，你和平建国了，大家愿意和平共处了，这个建国才有意义，否则这个没有和平共处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现在全球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包括极左的这些组织，打出来的那个旗帜都是叫 From River to Sea， 对吧？从约旦河到海，什么叫从河到海？可能很多我们的这个观众啊不清楚，从河到海的意思，它的本意就是没有以色列，把以色列赶到海里去，就没有以色列，就是这块地方从约旦河一直到这个地中海，全是我们的，对吧？只不过他用不同语言的时候，他后缀加了不同的东西，但他从河到海，这个 from river to sea，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巴勒斯坦人本人也建国了，以色列也建国了，这个 from river to sea 这个东西啊，它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对的。这个左派就被极左派在西方闹革命的这个 base 就给弄残了，釜底抽薪了啊，变成釜底抽薪了。所以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那我另外还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在说下个话题之前，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这个和平协议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在川普上任之后，就整个的这个什叶派这个极端这个伊斯兰主义的伊朗控制下的叙利亚，然后控制下的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是他的主要的力量嘛？对，人家哈马斯背后就这一串啊，对，这一串叫做新月阵营，现在土崩瓦解。就过去几个月之内土崩瓦解，全都没了。所以呢，这都是当然了，这里头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叫做决断力哈，但是这里头川普的主要的叫做什么来？主导力就是软硬兼施嘛，这就是以硬为主嘛。当然也包括对叙利亚突然放软，给他这个制裁全部撤掉。所以川普这里头就是说，川普总是说哈，也不说我有啥功劳，反正也不是说我啥功劳，他老说这个事，那不管了，我还是做了，确实是他的功劳。对吧？瓦解了这个中东的极端伊斯兰力量，现在再把剩下这2批什叶派或者温和派的阿拉伯跟以色列调和顶来到，大家来做兄弟吧，还是来做兄弟，还是来做建设，还是来重建这个中东的，甚至于中东的拉斯维加斯。所以其实是 amazing 真的是。有人还问我说他能不能拿到诺尔和平奖，我说拿不到。
因为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呢，他也不愿意给他。对，不，但是他值不值？他值大概4、5个了已经。对。所以刚才呢，他就是骂哈，这川普呢，今天早上就刚才方伟你提到的，他骂得很狠呢。他说你哈马斯就是一直是中东地区既残忍又暴力的威胁，你呢，他们杀害人命，导致生活痛不欲生。然后呢，其暴行在2023年的10月7号与以色列的屠杀达到高峰。我如果大家还感兴趣的话哈，以色列就在上周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 barcode，你一扫那 barcode，你可以进去看，当时10月7号最后的那些录像啊。对。他直接就非常恐怖，非常残忍，就是说你要内容不是啊，我没敢看，你看了？我没看，我也没看，我也没敢看。你扫就可以进去看，因为你光看那个文字描述，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你想一想，那种文字所描述那种凄惨的画面啊，那这件事情惹起了真是以色列复仇的这样一个怒火，也导致了今天哈马斯以及中东过去崛起的一系列的这种组织的消失。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消息，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瑞典的那个所谓那个气候女孩桑伯格。革命小将，气候革命小将，前一段时间不乘个船跑到哈马斯巴勒斯坦支持巴勒斯坦去了吗？今天证据出来了，他所乘的那个船，那个把他弄过去买飞机票那个组织的资金的运作，全是哈马斯给提供的。这就是今天又出来的。所以你刚才讲到的很多的这种支持巴勒斯坦的很能喊叫的这些背后的后面有没有各种各样的资金的运作？你现在就像如果你想调查的话，你把这些翻出来的话，在中东这个地方太多的利益纠缠在这里头了。对，所以我能插一句，我专门在我的节目中说了这个观点哈，因为我的观众中，包括在网上我看到哈，现在在西方很着急的，比如说欧洲一些人呢，包括美国的保守党，包括华人，他会认为说现在是伊斯兰教这种绿教是吧？这伊斯兰教挑起跟这个基督教的冲突，这是世界上最尖锐的东西。我说 no， 不是的，大量的伊斯兰人、大量的穆斯林去到欧洲，那是西方放进来的，根本就是背后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他们才能跟这个叫做极端环保主义合在一块儿 ，LGBT 合在一起 ，LGBT 跟那个中东的这些个巴勒斯坦是完全是水火不容，他们居然一个阵营，背后就是一场共产主义西方共产主义革命嘛，把形形色色的只要是反对西方传统，全部能纠结在一起，管它互相之间原来是这个内部完全不可调和，对，这就是这些乱象背后的一个很清晰的一条线，这个线后面全都是钱呢，有钱进来他们才去干呢。这个都是共产主义闹起来，最早的时候闹起来就是资本家闹起来的，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啊？那个恩格斯就是大资本家，这个对不对？这个他就出很多钱，他就是做。其实实际上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就是很多这种极端组织背后还是这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所谓有钱的资本家，而且也是犹太人。要攫取世界的领导权啊！对，所以哈马斯啊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哈马斯了，它很有可能代表着中东进程的进一步的推进。而这里边对我们来讲，我们还知道还有中共的因素哈。那中共的这些年积极的涌入到中东的这个地方，哈马斯它那些地道到底怎么来的？是那网络上一直流传哈马斯那个地道，以色列轰炸的时候闷了2000多个中国的工兵啊等等的在里面。现在呢，你正式的官方消息不能出来，但是呢，他所有的这套东西把平民放到前边呢，抱着小孩子啊去打仗啊，然后呢搞这个地道战呐，所有这一切都和中共一直呢想挑起这种中东的战火的意图呢是非常有关系，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最起码从中共的那个角度上，他们也不愿意让中东的这个战火被熄灭，绝对不愿意。所以呢，这2天会不会再搞幺蛾子？我们下面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呢就在讲哈，叫僵尸炖蛋，你能吃吗？他就说呢，按下葫芦起了瓢啊，按下葫芦起了瓢。那也这还我山河说这是个面子战争哈。那也有的朋友呢就在说，有的大部分70%以上的认为可以，中东能够走向和平啊，但还有30%多够呛，就不抱有信心呐。川普要跟多少势力再去打呀？你说川普太不容易了，就想让中东和平啊！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哈。我的这个民调的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着了？请导播给我们来发一下哈，我看看现在大家是怎么样，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啊。对，那他这个事情啊，你看前2天不是以色列为了纪念这个去年10月7号发生这个事情，前年发生这个10月7号这个事情，
就已经就是做了一个纪念活动。因为他那里面不光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死啊，他还有别的国家的人，欧洲的、美国的，里面他那个每一个国家他是插一面旗，里面居然有12面中国的5星红旗。哦，真的？对，所以这个新闻是中国就是不报的。哇哦！就是说，换句话说，这里面有12个中国人死。那这12个中国人是怎么个中国人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上面就有人谈说这。中国政府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里面我们不是水远必诛吗？谁什么犯我强悍者如何如何？现在说都不说这个事情，你就知道共产党在里面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议程，他想干的另外一套事情。我们都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哈，实际上以你对中国社会理解的这个经验，那12个跑到那儿去的5星红旗的那个中共人，他真的是纯粹出于一个个人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吗？对，这个跟意识形态不一定有关，因为以色列有很多中国劳工啊，有很多中国劳工，建筑工人，还有很多这工厂里面的工人，还有一些项目，还有一些就是号称就是这个可能可以嫁给犹太人的，对吧？他可能这个自己就算他改信了犹太教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混血儿。他是有双重国籍的，他也可以这个，所以这我估计，当然以色列也是能算以色列，也能算中国，他可以给你插个中国旗。但是我觉得这里看点在这儿哈，就是说以色列插了比如说12面中国国旗，他肯定不说谎，对不对？所以一定是12个中国人死了，没错。看点在于为什么中共政府不说这12个人死了，以及他们是谁，对不对？没错。所以因为就是他死的不合适嘛，他希望哈马斯这个攻打以色列，对，你这12个人参战在干嘛？就让你不存在就完了。他所宣传的是以色列的残暴，他以色列怎么样种族灭绝是吧？但是所有的口号里面，以色列从来没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或者这个他没有这样一个口号。但是 from river to sea 这个本身这个口号，它就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口号，对，就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口号。当时以色列刚一反击的时候，在美国就同时爆发非常激烈的抗议哈。我们生活在美国都知道，什么旧金山的那个金门大桥啊，所有交通要道哪儿忙堵哪儿啊，好激烈呀，记不记得？然后大学校园也是激烈的不得了，当时。然后我就记得洛杉矶有一个华裔的女留学生啊，戴着口罩激烈的抗议，被警察抓起来，后来口罩拿下来那个面孔，后来这个人不被遣返了吗？这个人是遣返了吗？我看到消息说是有遣返，官方没有去报道。那这个人我当时就在看哈，你在美国留学的什么人呢？搞这么激烈，参与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的运动当中，很多人在下面都在分析哈，就在说，这就很可能带着任务来的很有可能就是中共授意的这样的一种学生去参与、去挑动、去不断的加剧这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对，全美100多个校园的这种叫做什么声援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这个示威，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跟60年代的美国大学里这个反对越战是一样的？没错。越战美国怎么输掉的？就输在内外交困呐。前面打仗跟这个叫做什么，跟中越军队打仗，其实打不输的，但是背后被人掏空，最后垮下来。这个越南战争是特别有意思、有名的一件事，就是美国人没有输一场战斗，但是输了整个战争。对，这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个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所以你看哈，就是包括我自己，你这是后来你回头顺着共产主义的这种发展路线，然后你去看，你才对这件事情有了重新的认识。否则的话，反战多好听啊！我要和平，我不要战争，多好听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次巴勒斯坦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啊，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国家，我们要保护平民，就是你这些口号的后边是什么？很多年轻人是不清楚的，不知道这个后边到底有多少人，有那些社会组织、假金钱、各种的组织在煽动着这种，他总会放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但是你不知道背后到底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原来那个时候美国反越战、那种内乱闹得那么凶，背后有
苏共等等各方面的力量，中共啊，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力量都在美国，他打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他还真就是让当时的老百姓很受不了，那就是觉得不要再打仗了啊，因为也死了，美国也死了不少人了，那就导致了政客你顾得选票你就没有办法，那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不断的在重复，你说川普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这次，我们刚才说。他说他要争取活下去。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位对吧？我们这位观众说动了太多人的利益集团的蛋糕了，对吧？动了太多人的利益集团蛋糕了，这里边有多少黑盖子都没有揭开，太多的黑盖子了。看吧，那看看还能不能还这个历史真相和清白，还真得慢慢去看。很多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利益，就因为不能把这盖子揭开，一揭开，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办了。可能美国也发生根子上的地震了，那么一切呢也就到一个点就截止了。那么这个点到底会不会能促成中东的和平？就是今天，2025年的10月3号，哈，又带来一个中东和平的希望。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民调，哈，大家再去点一下啊，你觉得中东这次真的能带来？现在只有89人投票，哈，89人投票，82%的人认为中东会带来和平，18%的朋友认为担心了，担心，所以大家还对川普非常有信心啊！再提醒一下哈，订阅，不要忘了订阅。好，我们每天呢都在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刻。2025年、2026年，全世界会有很多大事的发生。一会儿咱们继续给大家聊哈。好，给我们点击订阅，点个赞，摁下小铃铛。那今天呢还有一件事儿，我们必须要去讲的委内瑞拉。那这2天呢，大家都在说这要打呀，这从昨天开始就在说，我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今天国防部又发出了一段录像，这个录像呢又炸搜一艘船的贩毒船，第4艘，然后呢又死了4个人，目前已经是17家了，至少是4艘船被炸了。然后呢，现在他的 F-35也跑到那儿去溜去了，5架美国的各种型号的战斗机都已经出现在加勒比海的这个附近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被大家认为这会不会真的和委内瑞拉打起来啊？我现在这样哈，现在是8艘军舰，3艘叫做神盾，有神盾系统的这个军舰在那边，然后再加一个2栖登陆舰，还加上一个大的运兵船，然后10架 F-35在波多黎各这边停在那个地方。就现在的这个武力已经具备可以夺取机场、夺取港口、占领城市的规模了。那确实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会干这个事儿吗？我待会儿再说哈。但是我觉得目前起码就是维持这么强的军力啊，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还是不太会，我觉得不太会。但是不会又要维持这么大的军事部署干嘛？就是吓这帮人的，他一定要把这些毒品贩子吓到，我以后登了船，我可能就没命啊。所以就是吓到不敢动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川普做的另外一个部署就是他给国会写了个报告，这个意思就是说莫为言之不预哈。我作为美国总统，我做事情是守规矩的。我们知道国家的宣战权在于国会，我先跟国会说清楚了哈，我需要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基本上他就是说我们是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armed groups，它的叫做什么来着 ？Non-international 就是说的叫做什么 competent？ 我们在跟武装集团的战士在做武装斗争，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不是个贩毒跟停止贩毒的问题，所以上升到这个地步的话，他就可以拿导弹去打这个运毒船。所以呢，我能看到是这一点哈。我觉得川普的那个决心啊，他因为大家知道美国1年死8万人死在这个毒品手里，甚至主要死在芬太尼手里，10万人，2023年。对，我觉得芬太尼就是对全部加起来又要超过10万，那芬太尼就是8万。你想每个美国总统都觉得那能怎么样嘞？啊，就是边境再扎牢一点，什么缉毒局啊。川普，这是我的几万的我的孩子啊，美国人的孩子，我觉得川普的感情是另外一面的，我就一定要停止 ，whatever it takes， 我就把它当作战争行为，我就一定让它停止，这就是川普的意志，他有别于所有美国总统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就会派出军队囤积在这个贩毒国家，因为委内瑞拉其实是个贩毒国啊，对吧？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官匪是一体的，对。囤积在那个地方，然后直接导弹打运毒船，想想看，这简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打掉4艘。所以你看得出来哈，就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低估我，没什么可说的啊。我愿意这个宣战，但不会宣了，你用不着对敌方没有那么强，我用所有的手段也得阻止这个毒品进到美国。他把它定义成战争，这个很重要，因为左派这个民主党有一些议员已经在谈了。
说这些人或许他们是犯罪分子，但是呢，你要给他们一个这个啊，他有没有打电话找律师啊？你就给人判了死刑了，这 due process。用美国人的话说，叫做违反宪法修正案第5条。对，你是还没有跟他宣读他的权利呢，你就把他判了死刑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执法机构和犯罪分子之间的游戏。但是川普把它升到了一个战争的一个层面，战争层面就是你这对方进攻了，我开枪，我不能说啊，先宣布一下，你有权保持沉默，给你找个律师我才开枪，没有这回事了。所以他就把它往上一提升上来，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我是这么看的，美国按照以前的做法的话啊。那个是永远无法解决这个毒品的问题，因为这个利润太大了。这个就算到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出去可能就死亡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冒险。亡命之徒，还有人愿意冒险。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你如果你带了很多毒品啊，你到美国，不是他们说吗？4个抓1个嘛。走私毒品进来4个。只能抓到一个，OK， 你有75%的机会发一笔财，你说他干不干吧？然后你有25%的机会被抓，被抓了以后，第一你不能进美国，第二你在美国做个5年到6年的牢，That's it，对吧？那贩毒集团可能再给你一个compensation， 给你一笔钱，啊，你这个东西它没有风险啊。对于很多这些人来讲，他这个活干的这个没有什么成本啊，所以说我万一我就可以发一大笔财，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如果按照以前美国人的做法来讲，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皇帝说你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啊？那就是这个你完全是在2个不同的层面去谈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威慑力的。你这个法律上的没有任何威慑力，所以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就看，你就川普总统等于是他就把它降到和那些人同样的层面去看这个问题。好，那我应该怎么解决？怎么样才有威慑力？怎么样才能真正制止这个毒品泛滥的问题？才能拯救美国人？他找出了他的办法。他找出了他的办法，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效的。你像这个委内瑞拉也是，他已经被美国是5000万通缉嘛，他现在的这个总统，对，然后这个总统就被川普和美国政府，他现在叫做太阳什么那个贩毒集团嘛，太阳卡特，对，太阳卡特，他那个标志就是个太阳哈，他是所有的军官，所有的军官，对，然后那这个总统就是这个组织的头目，这简直是太开玩笑了。然后我看到呢，就是美国司法部对他的这个指控啊，就是马杜罗，他从99年就是被认为是这个太阳卡特的这个领导者哈，99年开始，还不是现在，99年就是了。然后呢，他一直呢对这个卡杜罗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情报、立法、司法部等等等等，他这个组织给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进行各种方面的得到政府方面的各种保护。所以从99年开始到现在多少年了？这25、26年了，他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直到他去年又当上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他2015年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他2个侄子在海地就被 DEA 啊，美国的这个就给抓住了。他要运800公斤的可卡因到美国。2015年的时候，他太太和2个侄子啊，就直接就要运到美国。涉嫌呢，就是2013年的时候就要帮助马杜罗竞选总统。那你就看这整个家族，他就是在贩毒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现在呢，我看到呢，就是指责啊，就是说你指这个。就因为它是做可卡因嘛，它不是芬太尼。是。那现在呢，到全球的可卡因到美国是250吨，每年250吨可卡因，占全球总毒品总量的10%，全都进入到美国了。那么这部分呢，就美国或者是现在的国会对川普做这件事情不高兴啊，他们就在说了一个呢，就说你的这个东西不合法。你怎么随便就宣布战争呢？还有呢，就是媒体就攻击他，美国的问题80%是可卡因这个芬太尼造成的。你跑到委内瑞拉，你能解决美国的毒品问题吗？也在抨击川普，你知道？所以川普做这件事情呢，仍然是国内不讨好，总有人再去骂他。所以你
对，所以嘛，川普就他都知道这些事情，这些阻力他就是针对嘛。因为你如果上升到战争行为的话，国际法、战争法，你对于敌人你是没有那一套什么给他这个权利那个权利的，就直接可以，而且第一可以直接消灭，第二呢可以拘捕，不用有理由，不用有 due process 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川普已经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再做这些准备。对，其实不是说美国人笨。只是说，美国有一系列的这个程序上啊，限制住了。其实美国军方啊，或者美国这个缉毒署，你说他们知不知道怎么样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他们当然知道，只不过这个东西跨越不了这种国际或者是国内的法律。所以现在就是由川普总统直接来，我宣布，这就是对美国的一场战争啊。我真的很好奇。我虽然刚才说，我觉得美国不会进攻委内瑞拉哈。但是 who knows？ 这委内瑞拉这个是背后这依旧是一根毒瘤嘛，其实也包括那个什么，包括那个古巴对不对？只是古巴没有那么嚣张，对啊，这算是蹲到后来这叫做什么来着？偷偷摸摸，也不叫偷偷摸摸的，就是也不叫老老实实，我想不出什么词来描绘它了，就没怎么闹事儿啊，但是还是一个很这个 stubborn 的一个叫做什么共产党国家。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美国会真正会进攻，会把委内瑞拉掀翻吗？如果是就这个就看马杜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如果他这个，你看他之前不是有还 F-16飞过去吗？对，从那个美国军舰上面飞过去。我估计现在不敢了。如果飞过去的话，我觉得他不敢动。我认为马杜罗不敢动，马上就蔫了。对，如果上次川普就直接说了，说你下次他们再飞，我授权你马上打下来。是，有几个神盾在那干什么？你们就是干掉他们。我问完你的话，我自问自答，我还是觉得他不会去进攻。但是他要有维持足够的威慑。但他这个行动必须要达到非常突出的效果。否则的话，他在这个中美洲一带，这个就这个美国的这个形象或者这个威力就会下降，所以他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特别的效果，要不然就把毒品交易把它基本上全部砍光，要不然呢就要推翻某一个国家，要不然就让某一个集团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必须有一个让公众可以衡量的胜利。大家都认可的胜利，否则他动这么大动静的话，对川普并不有利。他一定要拿到一定的成果。他怎么去动委内瑞拉，我不知道。但是他要在委内瑞拉要达到一定的一个官逼民反，或者是给国内的反对势力一种压力，让他国内发生一些正面。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这个动静挺大的。我们这已经持续快有2周的时间了。我们就看哇，这是不是要打起来呀？大家都在看着这个事情。那这个我们就发今天第2个民调吧。您觉得哈，这个川普美国政府这一届政府会不会对委内瑞拉动手？会。打一个1，你说会进攻吗？会进攻，你就打一个1；你说不会，你就打一个2。但是呢，现在整个的态势整个都压在这边。那尤其在今天这个时候，国防部刚把800将士招过来去开完会然后呢，这边就又炸了一艘。那边的哈马斯今天就软了吗？我就在想，如果明天我们本来今天这个节目做之前，我们在想到明天晚上6点钟会发生什么？后天晚上礼拜天后天就是会决定哈马斯的命运。结果呢，哈马斯就服软了。那委内瑞拉会不会服软？或者是如果哈马斯服软的话，如果作为川普的话，我觉得他要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把卡杜罗给他弄下台。马杜罗就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能达到？也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来，大家去投票，发表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那蛮有趣的这么一个时刻。怎么样？我们要再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红海参。对，搬到红海参拿来我需要的是这个。来，你看现在这个红海参对谁最有用哈？我们当时举了很多例子，其实对那个一个叫石山的最有用，是不是？因为这个叫手术后创伤恢复啊。对。所以我今天给石山拿了2盒哈，希望他，但每天别吃那么多，也挺贵的，每天吃2个。最多吃2个就最多吃2个。OK， 但其实我也常吃多了，因为像吃糖一样的。所以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来石山，你我们必须得现吃一个，给大家做一个那个哈。这雪中送炭呢？对，对啊，这个其实呢，我跟大家说过我跟他们2个都说过，我说这个红海参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那个厂商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实际例子，其实我们的观众在试。
然后写回来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什么叫做什么来着，口疮啊，什么这个也没啦，口腔溃疡，口腔溃疡，这其实包括其中一个谁，包括我自己也真的啊，真的，我真的就是它修复能力我很强，咬破一点，我要疼个7、8天才会修复，现在咬破了它就不破。哦，你一天喝几支啊？没有，我就1到2支而已。我是会忘记，我记得我就会吃。哎，它这个味道挺好的，对，没有任何呀，没有任何这个吃起来像小孩吃那个。有个北京人知道，有点像那个山楂饼，OK，那种感觉，口感很好。好，对，然后修复能力啊，还有什么降血压呀，帮解决，就是说改善睡觉也是失眠，哇 ，unbelievable。但不管怎么说吧，这样的话大家不妨尝试一下。现在呢，我就说，现在有观众朋友说，你不是已经在预售吗？怎么老没到呢？现在货已经在海关，就看着就要进来了哈。所以呢，现在订真合适啊。是不是给关税卡住了？你反正要处理这个关税问题，是没错。谢谢川普总统，我们多等2天。正好呢是8月中秋了嘛，也是一个送给自己家人呢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了。那如果你可以看下面屏幕就有这样的一个，你直接点进去啊，就可以直接购买了。石山在这自野生的红海参，石山吃的再喝一支，马上就把手上的绷带拿下。因为待会儿石山就要把绷带拿起来，然后就开始跟方伟掰手腕，来证明他的这个有效性。这广告做的，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做你的托儿，豁出去。好，这个话是做节目啊，不是做广告啊。谢谢哈，我们的今天你要去打 China 这个。code 的话呢，结账还享有15%的优惠哈。好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厂家对我们的节目的赞助，这厂家很厉害嘛，对吧？敢赞助我们的节目，我都给你们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常识派，我们每天讲的这些事情呢，真的是，很多现在包括美国的主流一些媒体仍然是不肯报的这样的消息哈，我们呢也是把它真正的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你们的观点。我们的观众你们太厉害了哈，85%认为中东会和平啊，那现在就是委内瑞拉的问题。那其实呢，这2天还有一些川普非常大的进展。如果说中东战火、委内瑞拉这是那一块儿哈，美国的后院加上中东地区呢，还有一块呢就是欧洲这边。那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仍然是在持续当中。这2天有个非常多的一些变化。那方伟呢今天也是在说，哇，都这件事情，普京现在很硬的，他做了很多的事儿。那川普态度也很硬，那甚至呢之前就已经放手说让乌克兰去打啦等等的。川普这2天还派很多无人机跑到欧洲，所以方伟，你今天你也在跟踪这个事情哈，你怎么看待现在乌俄战场的这样一个变化？美国呢，川普现在是真的要授权，包括情报各方面的一种分享。那么这些是否导致乌克兰真的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进行进一步的进攻？对，当然是啦。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川普终于下决心要支持乌克兰，要教训俄罗斯了。当然他这个动手之前，他话说得很猛啊，说你再这样的话，你已经吃的土地都得吐出来，甚至可能包括克里米亚，这说的就是普京特别惹他神经的事情哈。那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下面他跟进的动作，对吧？现在说是把美军的情报要分享给乌克兰，因为美军的情报那多强啊，天上一看，精准啊，对哪个炼油厂啊，哪个发电厂啊，哪个输油管线在什么地方，现在双方就在打互相的那个补给线，打互相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这叫对后勤燃料哈。现在打的不是军队的燃料，打这个整个国家的补给线。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打法。另外就是说，当然就是武器，对吧？乌克兰一直用土造的什么叫做无人机啊，攻来攻去的。现在呢，其实真的是有可能要给他战斧导弹呢。后来想了想，可能是觉得说，哎，我们美军自己也不够用啊，给你些别的好了。美军前2天不是说要求这个导弹制造商要什么4倍啊？要年产量要增加4倍。炮弹，对，弹药嘛，美军因为消耗太多嘛，对啊，所以这方面，所以呢，我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觉得美国对乌克兰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一定会实质化。那乌克兰现在肯定是比以前会强很多，因为川普看见了哈，不把俄罗斯打疼了是不会和平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很有看点的是这个，普京那个反应就很奇怪啊。普京说，首先呢，在不光是东欧、中欧啊，西欧他都会派他的无人机飞去啊，飞到比利时，哎，对，飞到德国，飞到比利时。
满世界飞。普京干嘛？他对啊，我们听他分析分析，他到底想干嘛啊？他还很狂，他说你们北约怎么着？我到处给你挑衅，我都干了。他说你川普说我是纸老虎，对呀。他说我现在在单挑整个 NATO，他说我是真北极熊。对，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纸老虎吗？我读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是纸老虎，我单挑你整个北约，那你才是纸老虎。你敢对我吗？我飞无人机飞一圈，你能把我怎么着？对，所以我觉得普京啊，我觉得普京他这个心态已经出现有些变异了。他已经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哈，我国家的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和平、未来的安全等等，他是进入打架状态。我认为，反正我知道他觉得西欧就是一群胆小鬼。我替他想啊，过去一直是这样。过去一直是，现在可能我觉得现在更这样啊。他现在挑衅想干嘛？我觉得就是对面其实就是美国加上这个西欧哈，就是这个 NATO， 那是一条真正的一个老虎在趴在那儿，只是不想动，他就老捅他，现在一直在捅他，哇，这不捅起来了，那扑过来一口咬死你啊，所以我觉得普京真的是现在有点错位，就跟那个习近平错位一样，因为习近平跟他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援助无上限。合作无上限啊，确实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非军事物资不断的涌进来，他就觉得 so what， 搞了3年你奈我何？何况进入打仗的状态，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我比你强，你比我胆小，这个我什么也不怕这种姿态。我觉得我这么觉得哈，就是一种打架的姿态，小孩打架，就是争强斗狠，就变成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个国家元首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再搞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俄罗斯真的绝对是凶多吉少啊！我怀疑他9月3号去北京以后，习那边可能跟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对，所以他回去以后，我觉得肯定是北京站的拱火啊！当初22年对不对？22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回去之后就开打，对，那么一路上就是背后拱火，他以为中共无穷无尽的资源，对。哎呀，很那个，我这简直是叫做什么？天作孽犹可为是吧？有可救，有的自作孽没法活了，就是。普京的这个态度，从他93参加了中国阅兵之后，明显不一样了。对，之前呢，美国和他之间互动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还看到。有一种回应，对吧？包括普京甚至要见面呐、等等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说了，93阅兵之前他不会有任何回应，他一定见到习近平、见到中共的这些人之后，结果呢回来之后你发现了，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非常的强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跟中共的这种一种。什么的承诺或者是什么的利益的交换有关系？这2天日本方面有一个报道，就是中国在新疆部分，在新疆地区模拟台湾总统府、立法院多个那个建筑1:1的比例，是吗？新疆还是内蒙？新疆就是模拟的，就是1:1，然后呢。整个的部队啊，就是实战的部队到里边进行各种方面的演习。那石坂明夫呢，这是他。特别详细的透出了这篇文章和分析。他说，这就是看到的，就有的分析就认为啊，中共现在已经 I'm ready 啊，我准备好了对台湾要进行攻击。上次你记不记得，石山你也认为很有可能中共就说你挺住啊，我可能要挑起打台湾。之前也有消息呢说，俄罗斯在帮助中国方面训练2栖作战队啊，就你一旦是海岛作战的话，这些消息一直都在有。再加上现在刚才汪伟你说普京有点奇怪啊，因为过去呢，普京还是你不管他为他自己国家利益怎么去折腾，但是他呢一些说法和做法还是符合过去传统的这种国家领导人的。现在这个乱飞无人机乱飞一气，真的不太像普京的风格，真有点那种感觉急眼了或者怎么着，有那么一种感受啊。所以石山你怎么看？你觉得？我首先这个啊，在新疆也好，在内蒙也好，搞一个什么总统府。搞一个这个立法院，然后呢去模拟，这个不是一个很清楚，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争行为，就是说我们想象的，它从这个先炮轰，然后这个船登陆，然后大家1米1米的这个打进去，然后打到总统府，那个时候打那个总统府没什么用了，早跑了，对不对？早就已经钻山洞里面，或者到中央山脉去了，或者已经出别的事儿了。所以它这个模拟1:1的模拟啊，它里面房间啊什么这个各种可能全模拟了，这个意思就是突袭，斩首是吧？斩首就是你看前2天就有这个新闻说俄罗斯
不是正在培训中国的空降兵、空降特种部队。1万多米高，对，降下来可以准确降到那个地方。没错，它就是这个大型运输机突然啊几百1000个人。这个就降下来以后就凯达德兰什么凯什么德兰大道，然后就直接到这个总统府，先把你人给控制住啊，抓到，然后占领电台啊，如何，就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这个思路，因为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思路，因为俄罗斯的那个最强、最厉害的这个部队就是他的空军的。特种部队，但他的空军特种部队除了跳伞以外，他还有占领机场。但他在基辅怎么啥也没占下来？这个，所以他就那个就不行了嘛。就显然不行。但他以前是这么干，比如捷克的时候，他那个1966几年67年吧，是这个军事干预捷克。还有以前干预匈牙利的时候，也都这么干，这么玩的。对他们都是这样，就先直接占领首都附近那个机场，控制了以后，他就先搞几个大型飞机，好像这样飞下来了。一下来以后，部队突然冲出来把机场控制住，然后他的大型的运输机就源源不断的进来，部队就开始进，坦克啊、炮啊，就从那飞机肚子里噼里啪啦就出来了，他就是这个，所以俄罗斯。有他一套是吧？对，他有他一套的这个作战的模式，就是他的这个空降的这个部队，因为俄罗斯海军不行，俄罗斯那个海军它是这个跟英美都没有办法比，所以他就靠他的空军他靠空军，他的唯一远程投射的这个部队啊，主要是靠空军的特种部队，所以他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特种部队全是空军的，所以他这次就帮中共去训练。就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有他们这个历史啊，传承这个历史。中共也有自己的空降兵，以前你说那个空降兵，中共的空降兵是住在襄樊的15军，湖北襄樊15军，15军是哪个？就是那个黄继光那个部队。有枪眼的那个就黄继光的部队，就是你看15军嘛，一定是2野的这个原来的番号，他们后来就改成了这个中国的空降兵部队。他为什么放在中间呢？放在中间就是飞机飞每个地方都相对来讲都近，所以它是个战略那个部队。现在据说这个中部战区的很多战略部队已经往前移了。已经移到东边去了。现在东部战区已经有3个，据说啊，有3个大的集团军已经就位了。第4个就是74集团军，就是在汕头这个地方的，也准备好了。也就是四个集团军，再加上海军陆战队，从8个陆战旅，现在增加到20个陆战旅。然后再加上空军，再加上北方战区的中部战区的这个80集团军，现在是驻那个潍坊的，他那个可能是为了要掩护侧翼的，所以就这个他们已经做好了，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因为中共是这样的，他是原来不是说习近平要。2017年19大改党章说的就是10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嘛，所以这党内就同意说，那你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让你这连任，要不然中间换人这个东西有麻烦。那2017年10年之后就是2027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2025年开始到2027年的秋天，就是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时间也是什么外部条件也很好，美国政府关门了，然后这个军队也闹起来了，然后国内撕裂的很厉害，然后这个俄罗斯还在那边还在继续打，但是中东给搞坏了啊，中东没搞好，然后台湾也是，台湾啊，
台湾的国内也是撕裂的很厉害，这个府院不和，双方闹得很凶。南韩也给你解决了一半了，这个也解决一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外部的条件对他来讲也很有利。还有就是美军很明显在做准备，但是美国军队做的这个武器装备啊，针对性的武器装备，虽然他做了，但是你这个装备到前线部署成军，最后有战斗力，还有好几年时间。有个3-5年时间，所以刚好这个中间有个时间窗口。如果你再等5年的话啊，美国准备好了，美国很多这个武器全部上去了。就最简单的例子，美国要把一些这个炮弹直接搬到台湾去，对，或者是搬到印尼去，或者搬到什么地方，中东问题也解决了，你是在当地生产就完了。你在这边生产一个炮弹$1000，在那儿。就几十美元就完了，而且台湾绝对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对，所以它以后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勤供应啊，直接就在台湾做了。那这个后面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真的是高度怀疑，从今年年底到2027年，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明年和后年这2年时间，很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呢，习近平是向普京交底了，所以普京回去觉得老子再等一下，我不能跟你谈，我得等。所以你觉得习近平还是对普京做出了对台湾要做一些动作的这样一个承诺？所以呢，1号，咱今天是3号，1号日本呢是根据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他做了一个详细的很长的一篇报道。他这个方伟，你刚才问的对啊，不是在新疆，是在内蒙古哈，内蒙古朱河训练基地，在这个内蒙古。然后呢，朱日河，然后呢，它这个范围不断的在扩大，中间还有280尺的地道连接，因为总统府和司法部或立法院都有地下通道的，他们不断的在进行实战方面的模拟和演习，这个时间点就在这儿。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时间点，包括普京93阅兵回来之后，现在他对西欧啊，这无人机的各种这种挑衅，全都在这个时候同时在发生啊，确实在这个时间点出来。所以我们也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哈，那刚才说到这个，咱们这个会不会对委内瑞拉动手？我们的听众可是不客气的哈，他觉得这届政府88%的认为，现在是69票哈，16分钟之前88%的听众都认为川普政府会对委内瑞拉动手，好战分子。我希望我错，好不好？方伟先认输啊，希望自己输。我没认输，我希望我输啊，我没有说我认输。美国人如果要对付这个委内瑞拉呢，其实不难，也这个军事上很简单。问题是法律上，你怎么样？就是有这个站得住脚的一个原因，一个理由。他一定得说这个家伙是个大毒枭，我就抓毒枭，或者是就当初巴拿马的那个总统抓进来就这样抓的，或者是他先动手了，或者如何了。你知道那个委内瑞拉再往东走啊，往东走有3个小国家，一个叫圭亚那，一个叫苏里南，还有一个叫法属圭亚那。这个苏里南很有意思。苏里南以前是英国那个地方啊，这个圭亚那和苏里南这2个地方都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地后来英国人和荷兰人打仗，打了以后说咱们换块地方吧。你知道那个苏里南换了什么地方？哪里？换了北美一个叫做新阿姆斯特丹的地方。哦，那就是纽约，对，就是曼哈顿。后来就是把曼哈顿换了苏里南，这个是1680几年，大概是这个时候把它换掉了，换过去了。所以那个地方本来是这个英国人的殖民地啊，换了就是当然，荷兰人觉得这个赚了，因为你这个纽约啊。这边气候很差，你的那边气候多好，都是热带的地方，所以他都换了这个地方。Anyway， 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英属圭亚那在独立之后，它因为人口非常少，土地又相当的大，几十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就几十万，人口非常少，所以他完全守不住，都是当初英国人从各个殖民地搬过去的，准备种甘蔗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人口非常少，所以他守不住自己这个国家，所以他唯一想了一个办法，交给美国人，所以他的国防外交全是交给美国人的，美国人来干。但是呢，圭亚那当初英国在圭亚那这个殖民地和委内瑞拉就是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呢，这个有纠纷，领土纠纷。当然英国人抢啊，英国人抢了这个主要的这一条河这个流域抢掉了，所以委内瑞拉一直认为那块土地呢是他们应该从西班牙人那儿继承过来啊，我们不承认，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地方，占圭亚那大概1半多一点的土地。也就十来万，以前呢这个事情大家都不出声，现在出事了，那一个地方和外海发现了石油，而且那个是质量非常好的石油，所以这个委内瑞拉说不行，我得要回来了。所以这个川普总统这一届一上台，你说那个卢比奥，卢比奥不是先去了这个巴拿马吗？对，第二个就去了这个圭亚那，还是去圭亚那。当然，这圭亚那说他们要打我们，那个卢比奥就笑，你这不可能，他打你的话，他如果只要他敢开一枪，就意味着毁灭，就是直接这么说。当然，这个委内瑞拉不敢干，但是这个都是一个就是一连串的，对这个冲突啊。都是在这个地方的，也就是说，美国人的军舰就在那个附近啊。这个你说那石油是你的，他们在这儿也挖他们的石油，那石油肯定都包给美国人了。圭亚那的那个石油很大一个油田，巨大的一个油田。这我们观众是89%啊，认为川普会对委内瑞拉动手。反正现在呢，川普在国际社会上现在有这么多场战争，和中共之间呢，目前还在谈。现在看呢，中共是有点放软啊，不管是 TikTok 呀等等的。你别看呢，现在好像中国那边怎么样，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其实在放软。那川普呢这边呢，他这对中共的这个关税等等的这部分呢，对中共这边压得非常的厉害。今天我看到《华尔街日报》还有一篇专栏文章，就分析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你中国能不能不靠着外边的国家你自救？因为你现在经济很糟糕嘛。那他就分析，很有意思了。我就说结论了他就大概的意思呢，就在讲中国现在呢，他这个内需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呢，他现在内卷得太厉害了，因为它这个内卷呢，现在这个过去所有的经济数字呢都在下降，这还是在中共的补贴政策情况之下，补贴政策什么以旧换新呐，什么洗衣机、空调这些家电的补贴，在这种情况下的数字还这么糟糕，所以现在它内卷到什么程度？你本来你自己的这种产能过剩呢，都要别的国家去消化你自己政策上的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别的国家不干了，它只能在内卷，所以现在中国什么东西都降价。已经通缩的这种情况，他说你这种情况无法持续，为什么？你的企业利润已经被压没了。那你这样的话，国民经济他就在讲到今年和明年会出大问题。今天就在讲这个中国的问题，所以你和中国这边川普只要保持对中国的关税极高关税的这种压力。压着整个的关税，让你中国不能出口，中国经济自己在内线就在坍塌。所以呢，你看川普整个这一盘棋全面出击，所以峰伟说，川普得罪全世界，你看都得罪了什么人啊？就这些地方，他全部都是成这种态势的。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些都没有讲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只是补充这一块啊，这一块是最重要的这一块。跟韩国这部分，其实这2天他们也做了不少动作，因为这个 OpenAI 跑到那儿跟韩国总统和他的那个芯片厂直接签了这个合同。Stargate 这是美国数据中心必须要建的。那么这一次呢，说把中国的这种存储性的芯片整个就踢到外边去了。那么现在呢，等于说把韩国也和美国的川普的这个芯片全部绑在一起，这部分又对中国进行这种隔绝。所以川普的这个包括对印度这个事情也得说一说。印度这个也很好玩，因为它 H1B 把印度也给打得很惨，仿制药100%的关税，逼着你印度和中国不可以再买美国的石油，
美国不俄罗斯的石油，所以这件事情呢，你看。川普这一拳，他是全面开打，不是吗？尤其对印度，咱们刚开始都知道他的那个卖贸协议啊，本来是最应该能达成的，现在把印度的穆迪都跑到中国这边去访问去了，是吧？所以他对印度的这部分，我觉得也值得去把这个版图上他到底都怎么去得罪的，他为什么对印度也要下这样的狠手？哎，你说这个石油啊，我想起来一件事，你刚刚说北约欧洲人呐、这个怎么样？今天有个新闻，今天就是那个法国的特种兵突然把这个俄国的一艘这个。影子游轮、游船，这个影子游轮给占领了，这等于把人给抓了。据说是挂非洲贝宁的旗，是，然后是中国船长，然后是开到印度去的，这个意思是，这个法国人也就开干了，以后他就是整个欧洲就要针对这个影子游轮要开干了，就说俄罗斯有几百艘啊这种游轮。就是大游轮，据说可能有上千艘啊，但谁也不知道嘛。这游轮就像那个什么样的，就这个小偷一样的哈，什么问答器全部关掉，对，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都是一些破船、旧船嘛，旧船不是破船，对，偷偷摸摸的运这些东西，现在都下手去拦截这些船嘛，所以当然这很典型啊，拦到一个俄国游轮，中国船长游运到印度去，对。这三家，这三家就挂一个非洲旗。所以现在针对印度这部分，我觉得川普就是不允许你们再脚踏两只船了。而在川普上台之前，印度一直是这么干的，战争打了3-4年了，而且呢，印度对美国的 H1B， 我看到很多的分析啊 ，H1B 的这个美国这一掐死的是印度，主要是针对印度的。美国你原来$1000啊，$1000月工资就可以在印度雇工程师了，谁能干过他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美国的工程师 STEM 这样的 STEM 的已经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了，再加上 AI， 所以这个 H1B 真的是在硅谷那边是很受工程师的欢迎的，当然他不受印度工程师的欢迎了，所以这个呢也被认为是川普呢在对印度真的下狠手，不允许你去踩两只船，不允许以这种变现的方式在支援俄罗斯，所以这是川普呢这一拳一拳重拳打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就在讲到，其实川普呢在问呢，就是说记者在问他说你中期选举有什么计划？那结果他就说出这么一个，他说我有个宏大的计划，哎呀，我要 survive， 我要活下去。我说这个来回对话的一个背景哈，这个媒体呢叫做 OAN 呢，Open American Network。你知道美国之音啊，它的官方的新闻来源现在被砍掉了哈，对，那就换成 OAN。OAN 其实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草根媒体，刚刚起来的，现在川普要登堂入室哈，成为美国的大媒体，所以呢，那基本上就是说接受他的专访也是给他能量嘛，对吧？然后基本上两个人在说笑话一样的，他就说你怎么样，中期选举你想怎么去帮这个共和党嘛？他说我募了$10亿，我现在很多钱啊，我会帮到这些个竞选的人，然后他就讲到说，那你会去辅选吗？我觉得这时候川普讲的说，因为辅选呢，那都是那种哇万人这个堆在那，对啊，都很不安全的。你平时在白宫，你真要攻进去没那么容易的，就像攻一个堡垒一样的。可你出去就像巴特勒这样的这个宾州巴特勒这样的场合多了去了，哪个 building 你能看得牢牢的，一枪上去打过来，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他才说这个话来。就说我最大的计划，但是你最大的计划是什么？中期选举，他说我是活下去，他是有点开玩笑的。但是这个话其实的含义是非常重的，没错，对不对？一边开玩笑，他心里是，因为他得罪太多人了。对，他不光我们刚刚说，这都是国际上的啊，国内也得罪啊。这个国内多少这种大财团呢，这种大行业啊，对，光一个制药，对，动了多少人的奶酪哈，这个制药业。所以你们知道那个美国，说到华盛顿，我最开始去的时候看不懂他们那个报纸啊，甚至是说什么呀？说 K Street 现在在忙什么？什么 K Street 忙什么？M Street 现在在说什么话题？这都什么意思啊？后来才知道 K Street 全部是游说公司，那种就是捞比的律师行啊，一间一间的全部都在那个地方，因为 K Street 走下去就是那个 Pennsylvania 那个 Avenue， 然后再往下走就马上就是白宫，就是中间就是白宫，16街16街就是白宫，再往下走的1街那边就是国会了嘛，就到国会那边去了，所以他那一条街整个都是游说的。
那个游说的里面，据说一半以上跟药公司有关。哇，天哪！一半以上啊，他们那个真的是巨额利润，巨额利润。所以他们的势力是非常庞大。是，我今天才查哈，在美国买个药是欧洲、英国、德国的2到4倍，就一般的药就是贵那么多。所以呢，美国人真的是给这个50%的，美国的病人占全球的5%，贡献药公司75%的利润。所以呢，现在川普全部要干掉，对，全部拉平。对，这次两党就咱们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停业3天了嘛，我就看到《华尔街日报》上也在分析，他说美国政府关门是药公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啥呀？他就在这分析嘛，他就说，因为他们现在两党之间关门最争执的就是民主党坚持1.5万亿的这个 Obamacare，到12月31号就要去截止了。这个呢是在2021年疫情的时候，为了那些没有保险低收入的人有一个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政府进行补贴的。那对于一些比如年收入2万块钱就比较低的这种呢，你就可以用很低的几乎不怎么花钱的这种方式 Obamacare， 你就可以看病了。然后呢，这个呢现在呢在疫情期间，现在年收入10万的我也能用 Obamacare。那每年美国政府补贴880个亿。880亿每年呢，所以10年呢算了算，我看那个众议院院长说，你这么下去的4500亿，就政府纳税人就要去补贴啊。而这里边呢，补贴给谁呢？就补贴给医药公司嘛，就是这些药厂嘛。然后呢，这里边有40%的人过去这2、3年1分钱没花。那药厂就白拿国家的补助，所以呢，这次的这政府要关门了呢，然后这个药厂呢花了几百万呢，做各种广告，在什么呼噜啊、脸书啊、油管啊，包括这个 TikTok 上边就打开说一个小孩子、一个成人就是不好了，我要涨价了，我的药100%要涨价了，然后我们再也没有这个补贴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分析呢就在说，他说其实你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疫情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的一个特殊的补贴，现在也没有这个疫情紧急状态了，你早就应该停了。你不但不停，你现在还到12月份，12月31号才到期，你现在就开始跟共和党跟川普政府这么干。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他那个题目就很好玩，就给大家讲你为什么政府关门，医药公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么这里边一共 cover 的大概是2000万、1800万到2000万这种所谓的低收入，而这里边还有一部分，刚才我提到了，就已经不是低收入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非法移民，因为他在这里边就明确的规定了，非法移民的或者是申请庇护的，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政府补贴啊，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而这部分钱全部是美国纳税人去付出的。这就看到在白宫面前，他那个 Jennifer，民主党的那个少数党领袖嘛，记者就问他，他说你这里边明确写着非法移民要给他们去 cover， 他说你明白白被人家共和党抓着要跟你俩抓着把柄，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写进去？对啊。我再给个数据哈，那个美国的医疗这方面的花费呢，占整个 GDP 的17%。你说这是高还是不高？所有跟美国相当的这些发达国家哈，英国、德国啊，这个日本，它都是9%到12%，那美国是17%。好，首先就是贵到不行。关键在这里头，17%里头有10%是所谓的叫做公共医疗花费，什么意思？就是 Medicare、Medicaid。就是政府出面就包办哈医疗保险跟医疗费用，而这么大的费用是远远超过军费的，所以呢，美国政府为什么欠这么多钱，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所以呢，整个的前提就是美国的药贵到不行，所以才有后面一系列的多方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好莱坞经常喜欢拍一些片子啊，像那个叫什么 Fugitive 之类的哈，都讲医药公司啊，都是那种最玩阴谋的哈，背后会这个雇杀手啊，这个杀人的这种最凶悍的哈，都医疗公司。当然，是不是那么回事那肯定是艺术上的夸张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那个。川普说他要 survive， 主要是 from those company。我说他得罪的就诸多的这个叫做对象之一，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大型医疗公司。对，那真的是几百亿的美元的都等于是出现威胁哈。对。所以呢，川普确实啊，他得罪了很多人了，对不对？因为他一方面要把整个美国像拉个 U turn。
啊，朝着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回一个 U-turn。第二方面就是要在整个世界上解决美国面临的长期不公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中间内外得罪多少人？对，所以真的是川普是拼了一条命来当这个总统。这个总统值什么啊？值他一条命。不过我觉得是不光川普啊，我觉得万斯也是一样。对，这些人都是提着自己拼了一条命来当这个总统，当这个副总统。因为现在你看，从川普2次竞选的时候2次差点被刺杀，然后再出现，其实，在民主党那边哈，民主党在明尼苏达州2个国会议员，夫妻2个都被打，到其中2个夫妻俩全被打死。虽然是民主党议员，但是他要跟共和党妥协，对，所以就被打。再加上查理·克克这种尽人皆知的人，就公然当众被枪杀，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是变得非常非常真实了。再加上现在爱斯大楼哈，在达拉斯，哇，可以就在旁边，就是一直射呀。对，现在就是说。对，就是美国的枪支，用枪来解决问题，现在似乎已经变得有点，就是变成某种方式了。对，所以川普他对自己的生命的担忧，或者说生死置之度外来当这个总统，因为他笑着说这个话的。其实另外一面就是生死置之度外才可以啊。这就是美国的现实，就是川普他讲的现实。全世界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的，因为改革本身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利益重新分配。重新分配，就是你要动一些这个既得利益的人，你把他们的这个原来的利益分到另外一部分去啊。这个是所有改革都是这个问题。你看，他宣布安提法是国内恐怖组织，要调查他的资金来源。他从大学里边剔除DEI，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马斯克又去看守这个 Netflix 啊，所有这一切都是跟川普密切相关的。那今天呢，就是上次预演看到过的那个比格斯啊，那位基督徒的牧师啊，他又发表看法了，又看到什么了？他因为呢，上次就他精准的说看到川普中弹了嘛，打到耳朵这个位置上，所以一炮而红。那后来呢，说的很多也没有说实现了，但这一次呢，他就在2天前，他呢就说看到一个穿白色的中年男子很魁梧，然后呢在一个很 party 上面，然后呢胸口打了一枪，然后呢，另外一个画面呢，就是川普都黑色的衣服在灵堂里，然后呢，都已经走不动路了，太痛苦了，头靠在他太太的身上，还有他那小儿子打着黑西服黑领带，他呢就看到就是说，华盛顿上空啊一个乌云，那他们呢因为没有办法去夺下川普的这个性命，所以他们要从他的大儿子艾瑞克的身上下手，就在这2天。大儿子是 Junior 吧？不就是 Eric？ 他说的是 Eric， 对，小儿子啊，小儿子，对，说要对他呢去下手。那这就是我看到这些预言的时候哈，再加上川普今天说这句话，你就让人心里非常堵得慌啊，真的非常堵得慌。因为我们知道查理·克克这件事情已经让美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你知道，就那个 TikTok 原来呢是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在美国。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叫被挂了啊，就网络语言叫挂了。什么叫挂了？就比如说某某某某是 MAGA 啊，或者是某某某他呢去支持了这个以色列，他就会被翻出来再开盒。查理·克克被枪杀的那一天，一夜之间 TikTok 上面的风气整个就变过来了，年轻人整个就反过来了。然后呢，那个上面现在也在开盒，反过来开盒，谁去这个为查理·克克的死亡庆祝了啊？谁又发表什么言论了？谁在这里？就整个 TikTok 查理·克克的死亡的这件事情已经让年轻人反转过来。美国的教会，美国现在受洗的，重新走回到宗教里边的受洗的，去重新找圣经的年轻人，现在是成比例的增长。现在呢，整个美国的包括一些媒体人哈，都在 MAGA 的这些成员都走到美国的校园当中，都在去做校园的演讲。对，这个你看到那个画面，你是非常震撼的。你想一想，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边，6000多人，那些年轻人喊 MAGA USA， 然后呢，就那个梅根啊，之前的 Fox 主持人那个梅根 Kelly， 哎，他就直接在校园里边就鼓励学生们，你要说出你的想法。我们的思维也是正常的，我们应该大胆的说出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这都是以前不可思议的，现在全部在美国普遍的发生。那你想，刚才我们讲到川普在国际上，在国内上，如果没有川普啊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当时查理·克克我们后来看到翻出来他很多很多的一些事迹，他不仅仅是在年轻人的这个
群体当中，他还输送了许许多多年轻人进到国会、议员，包括肯尼迪和川普的合作都是查理·克克去促成的，包括万斯都是他去说服他去参政，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有多大的能量。那么今天把他干掉了，你还要去这个势力，这个美国内部、国际上内部的这个势力，他们到底能要干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束手就擒吗？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虽然是开玩笑，但这句话说起来，你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伤心。他是美国总统，他已经2次被射杀，查理·克克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美国现在到底怎么了？川普还做了几件事情，前 FBI 局长已经自首了，科米啊，他自首了吗？川普要起诉他嘛，对吧？他自己去自首去了。军队的将军800个将军，现在已经有几个？我看到是有6、7个，连劝退带辞职的都已经有6、7个了，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他所得罪的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的建制派嘛，和美国走向奔向极左的这些，我觉得50年的 build up， 说最少有50年的这种叫做什么来着？营造，现在等于是全部把它拆掉。所以呢，确实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川普确实包括万斯处于一个很大的危险之中。第二呢，还有一句话，吉人自有天相，叫遇难成祥屡险如夷，有可能会这样。对，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是要看天意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的是啊，那种就是真的是要看天意的，有的时候。这个很奇怪的，该你做成这个事儿，你就能做成。没错，没错。其实你说，如果就是川普那2个刺杀的凶手，包括查理·克克的凶手，严刑立法，美国的司法部全部调查，媒体跟上去报道，形成整个社会的事态的压力的话，还会吗？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正在去严厉的、严格的。去调查整个这个事件，但是呢，就是因为美国它是这个司法独立啊，它有一个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你不能突破这个正义的不能突破这个司法程序去做一些事情，要不然你就跟左派一样，所以这个你要守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就是叫你，这叫不推不就，就像太极拳似的，不推不就。你既不能不去抵抗，你又不能在抵抗的时候把你原来的这个原则给放弃了，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我记得911的时候，有一些美国人说他们要去砸这个清真寺，当时就是美国人出来就这个报纸上就说，如果我们砸了清真寺，他们就成功了。就是这个恐怖分子成功了，因为他们所要制造的东西就是仇恨。当我们真的是仇恨的时候，他们就做成功了。现在我相信美国的保守派和这个 conservative 的他们这一批面临的就是同样的问题。你要不要像 Antifa 一样去做这个事情？要不要像黑命贵也去这个街上去做这个事情？至今为止，我看的是。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保守派还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叫什么约束自己的，并没有因为查理·克克这个事情去反过来发生任何的态度什么暴力啊什么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认真的查后面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小心，不要突破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界限。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因为否则的话就会陷入到另一个极端，这也是需要每个人需要小心的。哎呀，发生在眼前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瞠目结舌。那川普已经2次被刺杀了，1次几乎就要成功了，然后那个凶手呢就莫名其妙的就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所有的家里的这一切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这一看，我们都知道，你从常识上来看，他就不是一个人的动作。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哈。全世界暗杀总统，只有美国有这样的传统。美国的总统被暗杀了好多个了，
这个以前有这个 Macintosh 的这个 curse， 是吧？就是说从那个1840年开始，这个往后很多这个总统，美国20年就一个总统被暗杀，或者是在任上就死于任上吧，这样的，一直到2020年，这个就是拜登总统以后，这个事情就没发生了，因为再往前2000年也没发生，2000年，但2000年有一个911，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后面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说呢，你像，全世界在美国内战的时候，1860年内战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完了。是吧？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完蛋了，已经完蛋了。好，这个林肯呢，这个带领这个北方打赢了这场战争，结果他又被别人暗杀了。别人说这内战又继续打了，继续打，结果没有。你知道美国这个那个时候1864年以后，什么时候它的 GDP 超越英国和德国，就是变成全世界第一，就是在这个后面的30年。也就是1890几年就超过去了，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很多混乱，但是你要坚守住正道的话，后面会有另外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是要靠对神的信仰，对自己的这个制度的信心。和对你这个信念的坚持，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美国确实现在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还是同样的，要靠对神的信心，要靠对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这种坚定，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未来几年。10年、20年，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其实美国的强大美国的伟大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对吧？任何真正懂美国，他不是什么运气好啊，发明创造很走运的，地上很多黄金啊，没错，靠的就是人心信仰和道德。是华盛顿当初说，美国的宪法不是为没有信仰和道德人写的，如果没有那个的话，美国什么都不是哈。所以呢，现在其实就是所有这些冲突中考验的同样是个东西。你要不要以暴易暴？其实我有朋友专门跟我写就说就是应该以暴易暴。我用手机跟他稍微争论了一下哈，对，道德跟信仰是曾经让美国伟大，也只有它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对，那这一次呢，无论是川普呢去躲过了那个子弹的刺杀，还是查理·克克呢，虽然死于的这种子弹之下，但是呢，他所带来的对社会的反思，重新的去寻回对神的信仰，那又到了这样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又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今天的川普说，我在中期选举一个宏大的计划就是要 survive， 要活下去哈。他自己是在开玩笑，可是我们听了以后是一种很悲伤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听了石山老师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也许呢，这真的是一个 turning point。美国就是这样的摆来摆去，它的这种令人着迷的生命力，恰恰呢又来自于混乱之中，再重新找出一个正的方向。对，但这个呢，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周末，带来一个极大的信心哈。然后我们的观众呢，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被方伟、被石山老师都训练得非常的幽默。这鱼头泡饼说好几期没看，石山老师怎么变石膏老师了？刚才呢，太跟不上我们节目了吧？我看一看，我刚刚已经吃了很多这个红海参。大大重要的时刻要出现了，哎呦，还是抬不起来，我以为吃了马上可以抬起来了。这个医师宣传石山刚才是为了宣传这红海参的神奇功效。哎呀，太可爱了。然后呢，一时糊涂说，这个猪头和普京说了。只有我能帮你活到150岁，你得跟我一伙的啊！真是一时糊涂啊！刚才他还说了一句话：石山为了配合卖红海参，特意把胳膊摔折了。我
就不知道哈，这一时糊涂和这个鱼头泡饼，估计都是方伟和这个石山的观众哈，总是把一些新闻呢说得非常的幽默。我们也喜欢呢，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一起呢，笑谈政治哈，这也是我们觉得美国的言论自由最迷人的地方哈，各种观点咱们一起可以就发生冲突，可以开玩笑啊，不要那么沉重。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可能就要去结束了哈。鱼头泡饼说哈哈哈，别哈哈哈，去买一盒红海参，订阅，给我们点击订阅，对，点击订阅，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点个赞，摁下小铃铛啊，让给朋友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呢，真的是处在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关键点，美国的国运，整个世界的变化，全部似乎到了最后较劲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在周末，在上周六的时候主持了一个叫做中共跨国镇压的这个研讨会，当时我采访了一下这个封从德哈，就是他呢一直很特殊这么个人哈，那他呢就在讲到了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他当时因为几年的逃亡啊，中共一直在通缉他，他说他一直在做噩梦，他看到他在逃亡的时候，在中国民间所看到的那种真正的中国民间和中国的文化和报纸上和在北京和看出来的完全是两个中国。然后呢，他当时他遇到很多很神奇的事情。他到法国，他读的是宗教学哦，他研究的是道教的，然后他读了2个博士，他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本来他是绝望的，他不觉得，他说6·4之后中国人没有精神了，但是呢，他在读了中国的整个的国学哈的一些书完之后，他说他终于舒了一口气。他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哈，今天只是放到这儿，以后咱们再去说。他说呢，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包容的力量，在中国版图上从来不是为了主动的征服打下任何一个土地，其实都把它再还回去，然后呢以德服之啊，甚至是给对方钱。他说这一次中共的政权是集东西方最邪恶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结合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又从哪儿来的呢？西方来的，西方最不好的那一部分，而且他还吸收了宗教当中最不好的部分，因为列宁包括马克思都是把宗教当中反过来去搞是人间的这共产主义暴政的。他说这种东西结合之后呢，只有中国的那个文化土地人民能够承受住这样的一个苦难，还没被绝了根儿。他说呀，我非常有信心，当这一届中共政权解体之后，整个世界会来到一个大同时期。这是冯从德那天讲的。还有我说你给我们太乐观了哈，很多人都绝望了，说我活的这时候还能不能看到中共政权垮台呀？你们觉得呢？其实我的意见我非常同意他说的，非常同意他说的，是吧？这么有信心。亮光之前就是至暗。没错。现在还不光是这个治安，不仅是在中国，它整个世界都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也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这一代2代人太幸运了，科技上、政治上、整个世界的变化上，我们几乎全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早安中国和我们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呢去见证每一个精彩的历史瞬间。那今天是周五，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然后呢，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OK。拜拜，拜拜 ，OK， Good weekend， 抬起来了，天哪，买红海参，OK， 好，拜拜。